这呢是一台2025年的明星显示器，红米的 G Pro R7U， 讨论度非常之高，京东一度是处于没货状态啊。不过但凡是名字里面带米的，你们肯定都要骂啊，这不行，那也不行。好，吵架好啊，这不一吵就吵出好办法来了吗？社区的活跃米嘛也是听劝，你想要 C 口32英寸抗反，这次一次性满足你们。好，大家好，我是建哥。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红米的 G Pro 32U 206到底如何吧。到手呢，我们先开箱啊，盒子是一个很素的纽卡纸瓦楞纸箱。配件部分呢，这次送的遥控器不是老款的白色的，而是这个新款的 RC001PM，小米官方都要卖29块钱的，塑料感十足。按键布局呢也变了，老用户呢可能需要重新的适应一下。升级点呢主要是在于自带了 NFC，小米手机可以一键投屏，还是非常方便的。线材部分呢也均为黑色了，一根1.5米的 HDMI 线，一根1米的全功能 C2C 线，一根1.5米的8字2孔电源线。其余的配件呢有接口挡板、螺丝包、校准报告以及说明书经典的4颗手拧螺丝，配了扳手。喜不喜欢你米拧螺丝都要比别人去多好几步呢？安装完毕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G Pro 32U 2026呢整体延续了旧款的 ID 设计正面采用了3面的窄边框的黑色设计，下边框呢只有左下角的 Realme G Pro logo， 侧边呢换上了铝合金的边框，质感就嘎嘎在线了感觉就能碰瓷一下 LG 的 G 系列了。另外呢，在屏幕的正下方有个触控操作的氛围灯，不过这个氛围灯的切换模式的操作有点逆贴我们可以在 OS 当中呢切换完整的4种模式，但是触控呢只能切换照明模式和另一个我们在 OS 中上次选择的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背面左侧布置了一个抽拉式的隐藏耳机支架和一个5项的摇杆。那这个耳机支架呢还挺好用的，中间的 VISA 孔位依旧为75×75，颜色呢则有原来的熊猫色，做成了喷了金属漆的银色应该是为了和侧边的这个金属边框呼应。不过看起来就略显廉价，用了黑白配又和侧边框不合真换到全金属都卖到3199了，再加点怕是米粉就接受不了了一根筋变成2头堵了。反正背面一般看不到，就凑合一下吧。那支架方面呢，同为银色的设计，支持升降、俯仰、水平和垂直旋转，很丝滑手感非常的不错。底座呢是占地面积较小的6边形底座我们这边也实际测量一下尺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桌面情况模拟一下摆放效果。接口方面呢，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个3.5的音频接口，一个 DP1.4， 2个 HDMI 2.1， 一个全功能的 USB Type-C， 2个 USB 3.0 以及一个12伏的 DC 接口。那扣上接口挡板，藏下线，颜值十分不错。这次索尼是真的发了 C 口了。上次嚷着要 C 口的米粉们，这次一定吗？估计这次会换人去喷。只有 DP1.4，心理洁癖，不想用 DSC， 还只有2-3千的预算，这个也太变态了吧！不如呢，我来给你们想一个喷点。初看这个接口好像还行，但是细想就觉得不对劲了。不是哥们儿，我的 B 口呢？虽然说加了一个 C 口能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上一代的 A 口那只能给这个电视系统用的尴尬场景，又满足了大家伙对于全功能 C 的期盼。但是你只给我一个 C 的话，我接台式机的话，那这个 C 口就只能作为 USB 的上行口了，什么反向充电的功能就全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屏幕本身的素质红米 G Pro 32U 2026的屏幕参数呢，基本和上一代是保持一致的，37.5英寸的 QD Mini LED 的1152个独立分光分区，4K 160赫兹，1080p 320赫兹双模原生的8比特 Fast IPS 面板。那这次的主要升级点呢，是上了硬件低蓝光和2.6%的雾面低反强光环境下呢，屏幕也能够清晰显示花钱花在刀刃上了小米笔记本的遗憾呢，由我们
红米显示器来弥补。接着呢，我们将显示器的色深设置为8比特，并且遥控器长按菜单键进入设置、图像设置、图像参数，将亮度设置为100%，色温设置为暖，伽马设置为2.2之后呢，再分别将色彩空间切换为 sRGB、DCI-P3 和 Dolby RGB。我们使用科技卡美能达 C410搭配 Camera 软件进行测试呢，此时这台显示器的色域会被分别缩限到99.2%的 sRGB、98.4%的 DCI-P3 和100%的 Dolby RGB。色温呢比标准的6504K 要高一点点对比度为1272:1，而色域缩限下的伽马值呢仍然是遵循固定设置，三者大部分时间呢都保持在了2.2，但是在5%和95%亮度时候呢会有些下探观感会觉得有一些亮。色准方面呢，在 sRGB 的色彩空间模式下呢，那平均塔 E 为 1.44， 最大德塔 E 为 3.52；DCI-P3 的色域空间下呢，平均塔 E 1.05， 最大德塔 E 为 3.26。而在 Adobe RGB 的色彩空间下呢，平均德塔 E 为 0.99， 最大德塔 E 3.18表现还可以。除非说涉及到严肃专业的设计需求呢，日常无论是办公、观影还是游戏呢，都是绰绰有余的。亮度方面呢，这台红米 G-Pro 32U 2026呢，宣称峰值亮度有1600尼特，并且通过了 Display HDR 1000认证。那实测呢，标准模式下的 SDR 全屏亮度为781尼特，在切换为 HDR 之后呢，标准呢会比游戏电影稍微亮一点。三种模式的全屏亮度和关闭控光的10%窗口亮度呢，都在800尼特左右。那将控光设置为低或者中的时候呢，10%的窗口亮度会来到1500尼特左右。那最后把控光切换为高，10%的窗口亮度能够达到惊人的2000尼特左右无论是观影还是游戏都是铁足够了。我们也做了81点位的屏幕均匀性测试，那属于 Fast IPS 的常规水平，偏差呢主要集中在上边和左右两侧，平均亮度差距4%，最大10.68%在屏幕的右上角。此外呢，这台显示器还支持了杜比世界内置的双5瓦的立体音响，我们可以简单感受一下。接下来是游戏方面游戏功能上呢 ，OS 餐内提供了准星、狙击镜、暗部增强等功能游戏准星由5种样式，支持自动变色；狙镜呢支持调节尺寸，不支持调节位置。那还有个套了滤镜的夜视效果。狙镜呢本来用人就很少了，还不能调节位置，就是一个硬伤希望小米后面能够 OTA 升级一下。暗部增强呢4档可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实拍参考一下每档的提亮效果。这个是一个实打实的更新呢，老款的暗部增强就等于没有。得益于 Fast IPS 优秀的响应时间呢，我们使用 Animax Tyler 在4K 160赫兹下呢，测得最佳可用的 OD 档位为快速。此时的平均 GDP 的响应时间为3.63毫秒，平均的过充率6.18%不会有明显的鬼影。而在切换到1080P 320赫兹之后呢，结果与去年的旧款是保持一致的。那即使是最快的高速模式呢，平均的过充率依然是很低还是有不少的优化空间。最后是系统方面呢，新的显示器肯定要去搭载 HyperOS 3了。虽然说主页依旧是风味爱奇艺的瀑布流，但是3+32G 的这个配置居然不卡也算是小米的另类优化吧。不过瀑布流也算是现在的主流配置吧，花钱买个 GITV 的会员呢，也是看你爱奇艺也行。就希望小米后续呢可以像腾资那样出一个极简的桌面吧。这台显示器还自带了一个原厂的麦克风呢支持不带网关的小爱同学，那其余基本是和小米电视保持一致的。我们也在设置里呢找了一下有没有原生的安卓设置入口可惜没有也算是杜绝了这个电视系统的任何可玩性了。另外值得说到的也是值得吐槽一点，和去年的老款一样的，虽然说显示器的 OIC 菜单可以用遥控器来呼出调整十分方便，但是很多的这个设置藏得很深，你得长按菜单键设置、图像参数才能去找得到。最后总结一下呢，在目前这个显示器涨价的这个大背景下呢，红米的 G-Pro 2026这个售价绝对是对得起它做工的。3190元你能买到37.5寸的 QD Mini LED。1152个独立控光分区，4K 160赫兹，1080P 320赫兹双模原生8比特 Fast IPS 的面板，还支持硬件低蓝光和2.6%的雾面低反的屏幕，而新的升级的金属边框也是非常有质感。
机构方面呢，补上了大家心心念念的 C 口，屏幕的色域啊、色种啊、均匀性啊、响应时间都表现得不错，亮度啊更是直接爆炸，还支持双杜比和 DTS:X 啊游戏观影两不误。那自带系统呢是支持小爱啊，遥控器和 NFC 能够和小米手机去联动，一键同屏。总之是非常契合现在年轻人租房学习啊、游戏、追剧等需求。基本上你想要的都给你上了。当然，显示器也是有不少的缺点的比如说这个比较反人类的底座安装方式廉价感十足的这个金属漆的银色外壳逆天的氛围灯切换方式。台式机用户呢，只有 C 口能作为上镜口没有优化到位的这个320赫兹的模式，只有将色深切换为8比特，且在很深的菜单将色温切换为暖色，才能测得标深的色域色准以及风味瀑布流电视系统它没有一个基点桌面还有一些设置藏得特别深等等。但是好在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软件方面的电视系统的 OTA 是比显示器要容易得多希望小米能够好好优化下吧，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购买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款2026款的红米 G-Pro 显示器系列呢？欢迎用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小那个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简单动分钟。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新动号传课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号，该两套店铺传播的数码。这是传课，我们下见，拜拜。